我妈把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让给了她资助的贫困生。升学宴上，贫困生特意感谢我妈，要不是陈阿姨帮我疏通关系，我绝对进不了这所大学。这句话像冰锥扎进我耳朵里，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没考好，愧疚到每天给母亲端茶倒水。直到在洗手间，我亲耳听见贫困生对他妈笑着说：“陈阿姨说了，我分数就差一点，调个包就行，反正她女儿好骗，以为自己真没考好。”我手脚冰凉，原来高考失利是假的，我日夜愧疚的耻辱，竟是最亲的人联手给我的骗局。回到包厢，当着众多宾客的面，我走到母亲身边，接过她手里的酒杯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也想说两句。恭喜贫困生顶替我的人生，走进本该属于我的大学。我转向母亲，看着她的笑容僵在脸上。至于您，既然这么偏爱别人家的女儿，那就让她为您养老送终吧。包厢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我爸放下酒杯，走过来：“咪咪，怎么了？喝饮料喝醉了？”我刚才在洗手间听见林晓和他妈说话了。我妈的脸色一点一点白下去。他们说你帮他疏通关系，说你把我的录取短信删了，说我现在还以为自己没考好。死寂，林晓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，啪嗒一声。你胡说什么？林晓妈猛地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。陈主任，这孩子是不是受刺激了？怎么胡说八道呢？我没有胡说。我拿出手机，按下播放键，林晓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包厢里清晰的刺耳。怕什么？陈阿姨都处理干净了。再说了，她闺女自己蠢，分数够了都不知道查。她到现在还觉得是自己没考好，天天给他妈端茶倒水赔罪呢。录音停了，所有人的表情像被打碎的镜子。我妈伸出手来抢我的手机，所以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我到底考了多少分？你疯了！你在闹什么？有什么事回家说。回家说？回家让你继续骗我，让我继续觉得我是个废物。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所有人。陈明，你把手机给我！给你干什么？删掉。妈，我录音自动同步云端了，你删不掉。林晓在哭，捂着脸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他爸那个瘸腿的男人站起来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陈主任，孩子小不懂事儿，胡说八道，您别当真，别当真。我没胡说，是你自己没考好，你嫉妒我，你嫉妒我能上大学。你妈是教育主任怎么了？教育主任的女儿就能污蔑人吗？我嫉妒你？我嫉妒你什么？嫉妒你爸残疾？嫉妒你弟是傻子？还是嫉妒你妈跪在地上求我妈偷我的分数给你？那一巴掌没落在我脸上，我爸拦住了，但他反手给了我一巴掌，我的脸偏向一边，火辣辣的疼，耳朵在鸣叫。跟你妈道歉！我爸的声音在抖。现在，立刻道歉！我慢慢转回头看着他，我的父亲，小时候把我扛在肩膀上的父亲。我闺女将来肯定上清华北大。爸，我摸了摸脸，是的，你知道对不对？他不说话。你知道他偷了我的分数，你知道他把我的人生给了别人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只是假装不知道。我是为你好。我妈突然崩溃，哭喊着：“林家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他爸腿瘸了，他弟是个傻子，他妈一身病，他要是上不了大学，他家就完了，那是活生生一条命。咱们家呢？咱们家缺什么？你复读1年怎么了？你就不能为妈妈牺牲一次吗？所以我就该是那个祭品。”我转身往外走。陈敏，你给我回来！我妈在身后喊，我没有回头，推开门，走廊的光很亮，我往前走，一直走，走下楼梯，走出酒店。街上很热闹，车来车往，霓虹灯闪烁。我站在路边，抬头看天，天是黑的，没有星星。手机响了，是我爸，我挂断，又响，是我妈，我关机。我在路边坐下，抱住膝盖，脸还在疼，但心里那块压了我2个月的大石头突然碎了，碎成粉末，扎进5脏6腑，每一个碎片都在说：你没有考砸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是你妈把你卖了，卖了你的分数，卖了你的未来，卖了你的尊严，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别人的感恩戴德，换来了道德模范的锦旗，换来了今晚这桌龙虾鲍鱼。我笑出声，笑得眼泪都出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一直活在一个骗局里。我愧疚，我自责。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跟我妈说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我抢着洗碗拖地，我把自己攒的零花钱给她买护手霜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废物，我让她丢人了。而她在接受我的道歉时，在想什么？在想怎么把谎言编得更圆，在想怎么安抚林小佳，在想下次接受采访该说什么台词。我站起来，擦干眼泪，风很冷，但我心里有一把火。
火烧起来了。我没回家，在公园长椅上坐到后半夜，看老头老太太打太极，看清洁工扫落叶，看天一点点亮起来。手机开机，37个未接来电，50多条微信。敏敏，你在哪儿？快回来，妈妈跟你解释，我错了。林家已经答应补偿你，给你报最好的补习班，让你好好复读。敏敏，妈妈不容易，你就体谅体谅妈妈。接电话，立刻回来。最后一条，2个小时前你再不回来，我就报警了。我站起来，腿坐麻了，一瘸一拐地往回走。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到家是早上7点，我用钥匙开门，客厅里烟雾缭绕，我爸在抽烟，烟灰缸满了。我妈眼睛肿得像核桃。回来了。我爸掐灭烟，坐。我坐下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知道真相。我说全部。真相就是，我妈深吸一口气，林晓那个名额是我给她的，你的分数够，但她的分数也差的不多，我找了人把你俩的名字换了。她说的很快，像背书。为什么？我妈突然激动起来。我刚才在微信里没说清楚吗？他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他爸去年打工摔断腿没钱治，现在走路一瘸一拐。他弟脑瘫，每天要吃药，一个月好几千。他妈在菜市场捡烂菜叶过日子。你呢？你缺什么？你爸是公务员，我是教育主任，咱们家缺那点学费吗？你复读1年，爸妈能给你请最好的老师，你能考更好的学校。但你让林家怎么办？让林晓怎么办？他才18岁，不上大学他就完了。他完了，我重复，所以我就该完。你怎么完了？你就是晚1年上学，1年而已，你是要逼死他吗？是我在逼他，还是你在逼我？我看着他的眼睛。妈，你看着他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人，你看着我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女儿，还是一个可以随便送人的东西？我不是送，是借。我妈声音尖利。林家答应还的，他们写了欠条，等林晓毕业工作了，连本带利还给你。我笑出声。还什么？还钱？他偷走的是我的人生，你怎么还？用钱还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爸突然吼起来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，名字是林晓的，档案是林晓的，全校全省全国的系统里考上那个大学的人就是林晓。你闹有什么用？除了把你妈的工作闹没，把咱们这个家闹散，你能得到什么？得到一个公道。公道？我告诉你什么是公道。你妈是教育主任，她做这件事是为了帮人，是大义。你非要捅出去，你妈丢工作，我受影响，咱们家房贷怎么办？车贷怎么办？你爷爷奶奶的养老怎么办？你非得把这个家毁了，你才高兴是不是？是我在毁这个家，还是你们在毁我？我们毁你！我妈哭起来。陈敏，我生你养你18年，就换来你一句毁你。是这件事妈妈做的不对，但妈妈是没办法。林晓他妈跪在我面前，头都磕破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是教育主任，我能看着一个孩子的前程毁了吗？你能，我不能。所以你就毁了你女儿的前程。我没有毁，我说了，你只是晚1年。我站起来，声音在抖。晚了就是晚了。那一年的同学、老师、机会全都不一样了。那一年的我每天在愧疚里活着，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是垃圾，是你们的耻辱。那一年的每一天都是你偷给我的。你现在告诉我，只是晚1年。我妈不说话了，只是哭。我爸又点了一支烟，狠狠吸了一口，他声音低下来。爸知道你委屈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得想解决办法。你把事情闹大，对你自身没什么好处。你妈现在的处境，家里的收入少了一大截，你后续复读的费用，将来上学的开销，这些钱从哪儿来？对方家里钱足够覆盖你未来的学业和生活开销。为了这个家，咱们各退一步，行不行？20万。我重复，我的分数，我的大学，我的人生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非要鱼死网破是不是？我爸又火了。我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他把录取通知书还给我，我想让我的名字回到该在的地方，我想让偷东西的人付出代价。你疯了，你疯了，陈敏，那是犯法的。你妈我要是坐了牢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我现在已经毁了。我转身往房间走。你给我站住！我爸在身后吼。我没停。陈敏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。我停在房间门口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妈，从昨天开始我就没妈了。陈敏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。妈，从昨天开始我就没妈了。我关上门，反锁，门外传来砸东西的声音，我妈的哭声，我爸的骂声。我靠着门慢慢滑坐在地上，地板很凉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林晓发来的微信。米米妹妹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陈阿姨是为了帮我，她是好人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别怪陈阿姨。那20万我们家就慢慢还的，我可以打欠条。
我毕业后一定还你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然后打字。林晓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恨的是什么吗？我最恨的不是你偷了我的分数，我最恨的是昨天在包厢里，你看着我跟你妈一起给我妈敬酒，说谢谢陈阿姨，你看着我像一个傻子一样坐在那里，接受所有人的同情和安慰，你看着我愧疚，看着我道歉，看着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那时候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我真可怜？是不是觉得我真蠢？是不是觉得你赢了？消息发出去，显示已读，对方正在输入，输入了很久，最后发来一句对不起。我笑了，把手机扔到床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要的不是对不起，我要的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走出房间时，家里没人，餐桌上放着豆浆油条，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：敏敏，妈妈去上班了，饭在桌上，记得吃。字迹工整，语气平常，好像昨晚的争吵只是一场梦。我坐下，慢慢吃完了油条，豆浆是甜的，放了2勺糖，我以前最喜欢这么喝。吃完，我开始行动。第一步，找证据。我妈是教育主任，但我不信她能做得天衣无缝。调档、改分、替换录取信息，这些流程一定会有记录，有痕迹。我去了她的书房。书桌收拾得很整齐，电脑开着，但需要密码。我试了他的生日、我的生日、我爸的生日都不对。我打开抽屉，里面是一些文件和荣誉证书，还有几个锦旗。大爱无疆，师德楷模。我翻过去继续找，在底层抽屉的最里面，我发现了一个档案袋。打开，里面是几份文件，一份是林小家的低保户证明，一份是残疾证复印件，还有一份是手写的感谢信，字迹歪歪扭扭，谢谢陈主任救了我们一家。最下面是一张草稿纸，上面是手写的流程，字迹是我妈的，上面写着替换我和林小学籍考分的信息证据，从调出我的档案到替换为林小信息，每一个步骤后面都打了个勾，除了最后一步安排复读学校还是空白。我拿着那张纸，手在抖，他连草稿都留着，是忘了扔，还是觉得没必要扔？是觉得我永远发现不了，还是觉得就算我发现了也闹不出什么水花？我拍照上传云端，然后继续翻，在书架最上层我找到了一本旧相册，翻开里面是我的照片，百天照、周岁照，第一次上学，第一次戴红领巾。我妈在旁边写字，敏敏今天上小学了，妈妈希望你成为一个善良、正直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善良、正直。我合上相册。中午我妈回来了，她拎着菜进门时表情自然。起来了，吃饭没？吃了。哦，她换鞋进厨房，我买了排骨，晚上给你炖汤。你最近瘦了。我靠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忙碌的背影。妈，你为什么当老师？她动作停了一下，没回头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教我的第一课是诚实。她放下菜刀，转身看我。陈敏，我们能不能不要谈这个了？为什么不能谈？因为谈不出结果。她声音提高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这件事是妈妈不对。但妈妈没办法，你非要揪着不放吗？你非要逼死你妈妈？是你在逼我。我说你逼我接受一个谎言，逼我感恩你的大义，逼我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。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他冲过来抓住我的肩膀，让我去自首，让我坐牢，让所有人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妈是个罪犯，这样你就高兴了。我想让你承认你错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好了吧？他哭了，妈妈错了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给你跪下好不好？他真的往下跪，我拉住他，别跪。我说跪了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像是绝望，又像是恨。陈敏，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妈妈不爱你？我没说话，我爱你。他声音发颤，但爱不是只有一种方式。妈妈是教育主任，妈妈要对得起这个身份。林晓那样的孩子，如果我不帮他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我帮他是救了一个家。你是我女儿，你能理解妈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慢慢说，你爱的不是我，是你教育主任这个身份。你需要一个女儿来证明你教子有方，你需要一个牺牲品来证明你大公无私。我就是你最好的祭品。你胡说，我没有胡说。我盯着他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想过我怎么办？他不说话了。有还是没有？有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会理解我的。我不会。我说永远不会。那天晚上，我爸回来的很晚，身上有酒气。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我。今天林小爸又来找我了，我没说话。他给我看了他儿子的诊断书，脑瘫，终身残疾。他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但他女儿不能这样。他说如果小小上不了大学，他就从楼上跳下去。所以呢？我问。所以我爸看着我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放过他们。我重复，谁放过我？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？他突然吼起来，那是一家人。
活生生的一家人。那我呢？我站起来，我不是活生生的人吗？我的命不是命吗？我的未来不是未来吗？你的未来好着呢。他也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你妈是教育主任，你爸是公务员，咱们家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你复读1年能怎么样？你能死吗？林家那闺女要是上不了大学，她真的能死，你明不明白？我明白，我点头，我太明白了。在你们眼里，林晓的命是命，我的命不是，她的人生是人生，我的人生可以随便送人。你爸，我打断他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会罢休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我要拿回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拿不回来了，他拍桌子，名字已经改了，档案已经掉了，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林晓，你拿什么拿？那我就去告，告谁？告你妈，告到教育局，告到法院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妈是个罪犯，让你妈坐牢，让你爸失业，让咱们家散了，你就高兴了？是，我说我高兴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他说，陈敏，你真让我失望。我笑了，爸，我说你也让我失望。我回了房间，锁上门，门外传来摔东西的声音，我妈的哭声，我爸的骂声。我戴上耳机，打开手机，开始查资料。高考顶替，怎么举报？需要什么证据？流程是什么？我查了很久，直到凌晨。然后我发了一条短信给那个草稿纸上写的招生办王老师。王老师你好，我是陈敏，陈主任的女儿。关于我的录取问题，我想跟您约个时间面谈。如果您不方便，我可以直接去教育厅纪检组反映。短信发出去，石沉大海。但我不急。3天后，林晓约我见面，我们谈谈。他在电话里说，就我们2个，地点在学校附近的奶茶店。他先到的，点了一杯珍珠奶茶，给我点了一杯柠檬水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甜的，他把柠檬水推过来。以前听陈阿姨说过，我没动。敏敏，他看着我，眼睛红肿，像是哭过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的主意，是陈阿姨主动找我的。她说我的分数差一点，但你的分数高，可以操作。她说她不能看着我的人生毁了。我没说话，我一开始拒绝了。她继续说，真的。我说这是敏敏的前程，我不能要。但陈阿姨说你不一样，你是她女儿，她有办法让你复读，让你上更好的学校。她说你是她女儿，你能理解她，所以你就答应了。她低头嚼着奶茶里的珍珠。我爸跪下来求我，他说闺女，这是咱们家唯一的机会，我弟的医药费，我爸的腿，我妈的病，我没办法。敏敏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所以你就偷了我的东西。是借。他猛地抬头，陈阿姨说了，是借，等我毕业了，工作了，我会还你的。你要钱，要工作，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可以打欠条，可以签协议，我可以把我一辈子赔给你。你拿什么赔？我问。你的未来是我给的，你的人生是我让的，你的一切都是偷我的，你拿什么赔？他哭了，眼泪掉进奶茶里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，但敏敏，你想过没有，你要是闹大了，陈阿姨怎么办？她的工作，她的名声，她一辈子就毁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她是你妈，从她偷我分数那天起就不是了。她看着我，眼神从哀求慢慢变成一种冰冷的东西。陈敏，她说你真的要这么觉得是你们好？她点头，擦了擦眼泪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就算你闹，你也赢不了。录取通知书是我的，学籍是我的，档案也是我的，你去告到哪儿都没用。而且陈阿姨说了，如果你非要闹，她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你爸也说了，他不会认你。你想清楚，为了一个名额众叛亲离，值不值？我笑了。林晓，我说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像一个小偷，偷了东西还理直气壮地告诉主人，你告我啊。告了也没用，因为东西已经在我手里了。他脸色白了。我不是小偷，你是。我站起来，而且你很快就会知道，偷来的东西迟早要还的。我走出奶茶店，阳光刺眼，手机震动，是王老师回短信了。陈同学，这件事可能有误会，方便的话，明天下午3点，教育局对面咖啡厅见一面。咖啡厅很安静，角落的卡座里，我见到了王老师。他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，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面前放着一杯美式咖啡，没动。陈同学是吧？他推了推眼镜，坐。我坐下。你妈妈把事情都跟我说了。他开门见山，年轻人不要冲动，这件事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。所以我们可以协商解决。他压低声音，林晓那个名额确实是你妈妈操作的，但现在已经木已成舟，改不回来了。不过我们可以给你补偿。什么补偿？复读的费用我们出。明年高考，如果你分数够，我们可以优先录取，专业任你选。如果分数不够呢？他顿了一下，我们会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再偷一个人的分数给我。他脸色变了。陈同学，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，这是资源优化配置。林晓家里困难，需要这个机会。你们家条件好，晚1年也没什么，这是双赢。双赢。我笑了。我赢在哪里？你赢在他身体前倾，声音更低。你得到了一个承诺，明年无论你考多少分，我们都能让你上这所大学。这还不够吗？不够。那你想要什么？
我要今年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写我的名字。不可能，他摇头，系统已经录入了，改不了，除非你愿意等4年，等林晓毕业了，我们把他的学历撤销，再给你补发，但那样你就白白浪费4年时间。所以你们连后路都想好了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，我重复，所以拖我的分数，改我的档案，删我的录取短信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愧疚2个月，然后告诉我这是为了我好。陈同学，王老师，我打断他，你有孩子吗？他一愣，如果您孩子的高考分数被人偷了，您会怎么做？会接受资源优化配置吗？会接受明年优先录取吗？会接受为了你好吗？他不说话，您不会，我替他回答，您会拼命，因为那是您孩子的命，所以我站起来，我也要拼命，因为这是我的命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让该坐牢的人坐牢，想让该退学的人退学，想让我的名字回到他该在的地方。你做不到。他摇头，你没有证据。我有。你有什么？草稿纸。那能证明什么？能证明你妈操作了，能证明我参与了。陈同学，我提醒你，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那就法庭上见。等等，他叫住我，陈敏，我劝你再想想，你妈是教育主任，她要是进去了，你这辈子就背上案底了，你爸的工作也会受影响，你们家就完了，早就完了。我说，从他偷我分数那天起就完了。我走出咖啡厅，阳光很好，街上人来人往。我走到教育局门口，看着那栋大楼，我妈在里面上班，在某个办公室里，也许正在批文件，也许正在接电话，也许正在跟同事说，我女儿啊，复读呢，明年再战。我站了很久，然后我转身去了最近的打印店，把手机里的录音、草稿纸的照片、王老师的短信、林晓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打印出来，厚厚一沓。我抱着那沓纸去了邮局，寄给省教育厅纪检组，寄给教育部，寄给省纪委，寄给所有我能想到的部门。挂号信有回执。办完这一切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回到家，家里没人，餐桌上有一张纸条：敏敏，妈妈去林家了，晚上不回来吃饭，冰箱里有菜，你自己热热吃。我没动，回了房间。晚上10点，我妈回来了，她直接推开我的门，脸色铁青。你今天去见王老师了？你今天去见王老师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说我要告你们。他冲过来，抢过我手里的手机，砸在地上，手机屏幕碎了。我让你告，我让你告。他歇斯底里，翻我的抽屉，翻我的书包，翻出那打印件的副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拿着那沓纸，手在抖。证据，证据。他笑了，笑得狰狞。我让你证据。他打开打火机，点燃了那沓纸，火苗蹿起来，映着他的脸，扭曲疯狂。烧啊烧啊！他把燃烧的纸扔进垃圾桶。我看你还拿什么告？纸烧完了，化成灰。他喘着气看着我，眼神得意又绝望。陈敏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你再闹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我没说话，蹲下来捡起地上的手机，屏幕碎了，但还能用。我点开云端备份，找到录音文件，播放。林晓的声音从破碎的扬声器里传出来。怕什么？陈阿姨都处理干净了。她到现在还觉得是自己没考好，那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从始至终那就是我的。我妈的脸一点一点白下去。她指着我，手在抖。你什么时候？从庆功宴那天我就开始录了。我说自动同步云端，你删不掉。她瘫坐在地上。妈，我看着她，你输了。举报信寄出去1周后，风声开始紧了。我妈接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语气越来越焦躁。我爸开始失眠，烟抽得更凶。林晓来过一次，眼睛肿得像个桃子，跪在我面前说求我撤诉，说他可以退学，可以把名额还给我，只要不告他。晚了，我说不晚不晚。他抓着我的腿，我现在就去学校说，我自愿退学，让你上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啊！我说你现在就去开直播，对着全网说你是怎么偷了我的分数，怎么顶替我的名额，怎么在我面前演戏的。说完了我就撤诉。他松开了手，你非要逼死我，是你们在逼我。他走了，再也没来过。又过了1周，调查组来了，3个人，2男1女，穿着正装，表情严肃。他们没去教育局，直接来了家里。陈敏同学是吧？领头的男人出示了证件，我们是省教育厅纪检组的，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我们是省教育厅纪检组的，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我妈站在旁边，脸色惨白。就在这里说吗？我问。去你房间吧。我们进了房间，关上门。我妈想跟进来，被那个女人拦住了。抱歉，我们需要单独谈话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听见我妈的哭声。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，我把所有证据、录音、照片、聊天记录、草稿纸的灰烬全部给了他们。这些材料我们会核实。男人说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们会严肃处理。怎么处理？撤销林晓的入学资格，恢复你的学籍，相关人员依法依规处理。相关人员包括我妈吗？他顿了一下，点头，包括。他会坐牢吗？看情节严重程度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我妈冲进来抓住我的肩膀，你跟他们说什么？
你说了什么？实话，陈敏，我是你妈，我知道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所以我给过你机会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让你说实话，让你去自首，让你把名额还给我，但你没有，你选了林晓，选了你的名声，选了你的工作，选了当你的道德模范，我选了你。他哭喊，我选了你，我让他把名额还给你，他答应了，他答应了，晚了，我说从你烧掉证据那天起就晚了，他松开我，跌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。那天晚上我爸回来了，他看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说你满意了？我没说话。你妈的工作保不住了，我的工作也悬，咱们家完了，早该完了。我说，他抬起手想打我，但最终放下了。陈敏，他说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？我怎么会生在你们这样的家？他走了，背影佝偻。3天后，通知来了，林晓的入学资格被撤销，学籍恢复到我名下，我妈被停职，接受进一步调查。王老师被带走，据说牵扯出一串人。新闻报了，本地头条，教育主任让女生学名额是善举还是违法？评论区炸了，有人骂我妈，有人骂林晓，有人骂教育系统，也有人骂我，说我不孝，说我冷血，说我毁了一个家。我不看，我收拾行李，买了最早一班去外地的火车票。走的那天下雨了，我妈没来送我，我爸来了，站在站台上，隔着雨幕看我，非走不可。他问，非走不可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递过来一张银行卡，密码是你生日，我没接，拿着吧。他说，就当爸爸对不起你。我看着他，这个我曾经以为能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，这个在我被打巴掌时沉默的男人，这个让我放过他们的男人。爸，我说，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最后悔的不是生在你们家，不是被你打那一巴掌，不是被偷了分数，我最后悔的是曾经那么爱你们。他眼眶红了，转过身，摆了摆手。我上了火车，找到座位，放下行李，火车缓缓开动，站台在后退，城市在后退，过去18年的人生在后退。手机震动，是一条陌生短信：陈敏同学，我是招生办的李老师，你的入学手续已经办好了，随时可以来报到。另外，学校了解到你的情况，为你申请了助学金和校内勤工俭学的岗位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欢迎你。我放下手机，看向窗外，雨还在下，但天边有一道很淡的光，正在破开乌云。火车驶出隧道，阳光猛地涌进来，刺得我闭上眼睛，在睁开时满眼都是光。我拿出那张迟来2个月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终于写着我的名字，陈敏，我的名字，我的大学，我的人生。火车往前开，一直开向一个没有谎言，没有背叛，没有牺牲的未来。我知道前路还长，但这一次是我自己走。